大家好，我是邱玲婷，很开心来参加国科会的人文沙龙。我先自我介绍，我是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的博士，目前在台湾艺术大学书画学系担任兼任助理教授。曾经在2017到2018，以 Fulbright 的访问学人到美国的华理大学进行3个月的访问。那在这3个月的访问中呢，其实呢，我也访问了当时几位美国人哈，他们在年轻的时候，1970年代有来到台湾，而且特别去参观台北故宫。那再来我自己也曾经帮一位台湾的艺术家，在意大利的佛罗伦斯双年展担任策展人。那很开心的，他的作品呢也获得了那一届的佛罗伦斯双年展新媒体艺术类的首奖。今天我要来跟大家分享100年故宫的时空之旅。我想也稍微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要来分享这个题目哦。当然第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2025年是故宫100年，好，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那二来呢，是因为我刚开始在大学教书的时候是在暨南大学，我们刚好遇到了921地震。那一次的地震让全校师生呢都得要到台北北上复课。那因为我当时教的是艺术欣赏，所以呢我们北上复课的时候呢，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就带学生到台北的博物院或是美术馆来上课。那一年呢，我们也到了这个故宫上课。所以我在今年呢故宫100年的时候，在跟大家要分享这个人文沙龙的主题，我就特别想到了可以用这个故宫的时空之旅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来看一看100年故宫呢它的时空之旅的精彩旅程。首先，我想要请各位试着回答这个问题：你觉得文物在故宫的命运是好还是坏？换句话说，如果你是一件文物，你会希望你被收藏在故宫，还是你希望你不要被收藏在故宫？好，这个问题其实呢是我们要去了解故宫的历史，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可以先大家思考的问题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以这件作品为例好了。这件作品呢，它是冯承素的摹本。那什么叫摹本呢？摹本就是它不是真迹，但是它是看着真迹临摹而创作的作品。那这件作品其实非常的重要，而这件作品它临摹的对象呢，就是在中国书法史非常重要、有书圣之称的王羲之的《兰亭集序》。那大家也许会很好奇，为什么我们现在只能看到冯承素的摹本？那王羲之的真迹到哪里去了？这就回到我们刚刚要请各位思考的问题：故宫就是文物在故宫的命运到底是好还是坏？好，那这个故宫其实也代表的皇帝的收藏的意思。以这件作品来说，其实王羲之的真迹已经不见了。王羲之当年写的《兰亭集序》。他其实在唐代的时候呢，就已经被王羲之的铁粉唐太宗给看上，然后很想要收藏。可是呢，当时的这个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在谁手上呢？他其实呢是在王羲之的弟子手上。那唐太宗呢想方设法的得到了讯息，知道了王羲之的真迹是在那个智永老和尚手上可是那时候智永也没有承认说在他手上。那这时候这个唐太宗就命那个萧霁有萧绎传兰亭的这个典故就是这样来的哈。那唐太宗就请那个萧绎呢想方设法去打听到王羲之《兰亭集序》真迹的下落，果然就被萧绎打听到了。好，那这个智永老和尚呢，因为萧绎跟他就是透过各种的方法呢，得到他的信任，然后智永老和尚就
不小心说出了真迹在他身上啊，那这样一说出来就不得了了哈。那当然就这个真迹后来就到了那个唐太宗的手里哈。那唐太宗因为真的太喜欢王羲之的这个书法了哈，所以呢他就下令，等他100年之后，也就是他过世，要把这一件他爱的王羲之的真迹一起陪葬。好，那这就回到刚刚的这个如果你是文物，你会想要在帝王的这个收藏名单里面吗？我想如果是这样，大家应该就不会想要成为那个帝王的收藏名单了哈。好，那我们再回来讲一下啊，唐太宗他其实呢，他也知道他一个人把这个王羲之的真迹带到另外一个世界，对于后世的子孙来说也会是一个损失。所以呢，唐太宗他在世的时候，他呢就命很多的这个书法家去把这个王羲之的真迹做了这个临摹哈。他们那时候也没有这个影印机嘛，所以就书法家去临摹好的方式，让王羲之的真迹可以产生非常多的摹本哈。那后世的子孙呢，就可以透过这些摹本来了解王羲之的这个书法的风格。那冯承素的这个摹本呢，它其实又叫神龙本哈。那它其实是这些摹本里面呢品质最好的哈一件。那因此呢，我们在已经看不到王羲之的真迹的时候呢，我们就相信这件作品呢，它是最接近王羲之真迹，让我们可以去了解、掌握王羲之风格的一件很重要的作品哈。那大家也可以看一下这件作品的引首哈，就在这里，它有4个字“晋唐新印”。这4个字大家有没有觉得很眼熟？大家如果到故宫去看这个书画作品，常会看到某一个皇帝会留下很多他观赏艺术的这个心得、题记，还有他的印章啊。那这个的确就是清代乾隆的这个题记。好，那我觉得乾隆的这个晋唐新印啊，放在这个冯承素摹本的引首还蛮贴切的哈。因为呢，在这个冯承素去临摹这个王羲之的真迹的时候呢，他其实也带入了作为这个冯承素是唐代的这个书法家哈，所以他也把他自己唐代的风格呢，也跟王羲之的近代的风格做了一个结合。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乾隆在提这个晋唐新印的时候，的确点出了这样的一个特色哈，也就是说他临摹的一个唐代的书家，冯承素，他临摹的虽然是近代的王羲之的真迹书法作品，可是呢，他的这一件摹本里面呢，却同时保留了近代跟唐代的书风。好，这件作品呢，它其实在乾隆的这个收藏名单里面排名是很前面的。乾隆呢，还有另外呢。2件哈，就是王氏家族的这个收藏哈，王羲之的这个快雪时晴帖哈，乾隆也对于这个王羲之呢的书法非常的喜爱哈。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也收藏了王氏家族的3件很重要的这个书法作品哈。那这个呢是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现在在台北故宫。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乾隆在这边题记“神乎既已”然后他也收藏了这个王献之这个王羲之的儿子王献之的中秋帖，那还有王羲之的侄子王洵的伯远帖。那这3件在乾隆的时候呢，它是被特别放在一个这个地方叫山西堂那这个可以说这3件就是山西堂特别珍藏的名帖。那在这里，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为什么这3件本来都是乾隆皇帝收藏的书法作品，今天却分别收藏在不同的地方呢？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是在台北故宫，那么为什么王献之跟王洵不在台北故宫呢，而在北京故宫呢？好。那这个其实呢，就要跟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到底这100年来，故宫的收藏品发生了什么事情了？他们
为什么会离开皇宫四处去旅行呢？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要来谈这一段奇幻之旅。好，这里呢也帮大家整理了一下哈。其实这个紫禁城哈和圆明园他们的这个在晚清的时候命运是非常多舛的哈。我们首先看到，在1860年代英法联军的时候呢，就已经焚烧了圆明园，然后也把圆明园收藏的古物带到了这个欧洲去，好，所以这也是大家为什么会在欧洲的一些就是博物馆或是美术馆看到这个本来是属于清朝皇帝的收藏。隔了40年后，1900年，哇！又不得了了！这次来攻入紫禁城的已经不是只有2个国家了，这时候有8个国家，好，也就是大家很熟悉的1900年的8国联军。那么呢，8国联军呢，它对于这个紫禁城文物的外流呢，也造成了非常大的这个影响。我待会也会给大家看哪一件很有名的作品呢，是因为8国联军的时候离开紫禁城，到了英国去，好。那么我们再继续往下看一下这个紫禁城好的这个怎么变成是一个博物馆呢？好，在1911年辛亥革命这个成功之后呢，就有一个亲事优待条件，好，那当时在这个亲事优待条件里面就划分说，好，在这个紫禁城的内廷，好，也就是乾清门广场以北呢，还是礼遇给末代皇帝居住。那么到了1914年，北洋政府在外廷呢就成立了这个古物陈列所，它就对外有部分的开放。好，那在1924年呢，溥仪末代皇帝被移出了紫禁城，好，被请出了紫禁城。那隔年1925年，在10月10号，以清宫内廷为馆址，就成立了故宫博物院。好，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年2025年是故宫100年的这个大家可以算哈，1925年故宫从皇宫变成博物馆，所以刚好到2025年就已经100年了哈。那这个时候就是对外开放哈。那1933年呢，大家也知道当时的这个中国的这个战乱，所以呢故宫的文物到底要继续留在北京呢？还是呢，要把它迁移到更安全的地方呢？其实，在当时呢是有不同的意见的。可是，大家如果回顾一下这个紫禁城的这个之前的这个文物被掠夺的历史，那也许会觉得，也许文物可以离开紫禁城，移到比较安全的地方，可能也是一个不错的选项。好，所以当时呢，这个1933年，故宫的文物呢就决定好。南迁，先迁到上海，后来到南京，可是后来又发生了这个中日的这个南京的这个事件，好，所以其实南京也被轰炸，那文物只好又再赶快找安全的地方好去储藏，所以那个时候就再从这个南京呢再远赴到四川，好，那这个大家就可以看到，这是这个。故宫的文物，它的这样在20世纪前半叶，好，它的这样的一个流传，应该说流迁的一个历史，好。那这里呢，我们也可以参考相关的这个故宫的出版品，哈，去看到这一个当时文物怎么离开紫禁城，然后分成几路，哈，然后最后到了这个我们刚刚讲，先到了上海。然后到南京，那再到了这个四川嘛，对不对？那最后再移到了这个台湾哦，那也不是所有东西都，也不是所有文物都移到台湾。移到台湾的文物大概占这个从紫禁城移出就是从紫禁城就是迁徙的文物的1/4左右，但是到台湾的这1/4左右的文物却是移出紫禁城文物中的精品中的精品，好，那这也要特别跟大家讲，下次去故宫看这些
这是来自紫禁城的文物哈，就是清宫的这个收藏啊，大家可以想象每一件你看到的眼前看到的文物，它都曾经是走遍了大半个中国，而且大家要想象，这是在一个战乱的时代，是一个很不平静的时代。运送文物的火车在前面跑的时候，日本的飞机就已经在后面轰炸了。在这样的一个非常就是动乱的一个情况下，这些文物竟然还可以安全没有一件文物就被偷走，会被炸毁还可以这样安全的这样子就是保留下来，这真的是被誉为是人类史上的奇迹哦。而且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文物走过的这样的一个大半个中国，它花费的时间呢，也不是1、2年哦，它花费很长的时间在移动，而且是在战乱时候移动。这样子的一个现象，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它真的是你很难在人类史上找到比它更艰辛的移动过程哈。虽然在那个英国和巴黎的这个巴黎的罗浮宫或者是英国的大英博物馆，也曾经因为战乱的时候，文物短暂的离开了博物馆，但是从来没有一个国家的或是博物馆的文物是像故宫的文物这么的颠沛流离它所遭遇到的这个挑战是非常大的好，那这一件呢，就是我刚刚提到，在1900年八国联军的时候，被从紫禁城带出来，然后辗转呢，现在是收藏在这个大英博物馆那据说这一件文物当时是被一个英国军官叫做约翰，他呢以25英镑大家都付得起对不对？25英镑卖给大英博物馆。好，所以这也就是大家会觉得怎么很难想象那怎么会用这么便宜的钱就卖给大英博物馆呢？那好，那这一件作品的这个重要性就是在于它是现存我们现在可以找到现存最早的一件中国的人物画。那同样的，大家看一下它的作者是谁？传顾恺之，前面要加个传，attribute to， 意思就跟那个它不是真迹，它也是一个摹本。好，那因为呢，它临摹的呢也非常接近画史上所记录的顾恺之的风格，所以呢，学者就有共识我们大概可以想象顾恺之的画风，就可以从这一件作品里面去想象顾恺之他这种春蚕吐丝描的这种紧密绵延的这样的一个笔触的风格。好，那这里我给大家也稍微看一下这一件作品它的这个内容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冯元党雄为什么是场景式？因为呢，这一件女史箴图卷，它是根据这个晋朝的这个张华的女史箴文，然后从文字，顾恺之从文字把它转译成图像的那大家晋朝的为什么要特别张华要写女史箴文呢？大家应该听过晋朝有一个皇帝，当他的臣子告诉他说：“哎，人民现在好饿，都没有白饭吃了，没有饭吃了。”结果那个皇帝就说。很疑惑的跟他的臣子说：“那人民为什么不去吃肉呢？”好，这个是谁？晋惠帝。好，那晋惠帝的皇后就是贾后。贾后其实非常的跋扈那她其实就是反映出了当时这个这个西晋这个后宫的这些后妃的某种比较强势跋扈的那样的一个气焰那因此呢，张华作为一个史学家，作为一个政治家，他觉得他有责任要来写一篇文章，规劝这些后宫的后妃要有这个妇德，然后要辅佐皇帝。所以张华的女史箴文是在这样的一个脉络下创作出来的。那顾恺之呢，他呢如果我们说王羲之是书圣的话，那顾恺之就是画圣。好，那顾恺之呢，他就把张华的这个女史箴文呢，用图像就是把它翻译成图像，用图像的方式表达出来。好，那跟大家分享一下，它本来应该有12段。为什么知道有12段？我们不是说它是最早的吗？那它最早的
怎么知道它是有缺失的呢？那这因为是中国绘画的传统，它跟西方有不太一样，是它是以临摹就是师资传授。我们用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的画，就是师资传授的方式在进行这个绘画的发展历史的哈。那所以呢，每一代的画家他都要先去临摹古代大师的作品。好，那因为这样的一个中国绘画发展的传统，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女史箴图每个时代的画家都会去临写。好，那我们根据后来的这个女史箴图的这个描绘的这个段落来做比对，发现这一张少了前面的1、2、3段，好，所以它只剩下4以后的，好，所以12减3等于9，它只剩下这个9段，好，所以虽然这一张我们说它是现存最早的中国人物画，但是呢，它并不是最完整的哈。那这是因为跟后来的同一个主题的摹本做比较而得到的哈。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女史箴图，它的这个顾恺之怎么去把张华的女史箴文给图像化。在这里面，大家先要找到男女主角啊。那男主角不用说就是皇帝嘛，那女主角呢就是这个冯源。好，那大家可以看一下，找到男主角皇帝在哪里了吗？对，皇帝就坐在这里。好，可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他是皇帝，怎么坐没有在C位啊？那C位是谁呢？C位就是我们的女主角冯源。好，那因为刚刚讲嘛，这是女史箴图，它是要给这个后宫的后妃就是做道德劝诫之用。好，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冯源呢，他为什么会被描绘出来呢？当做一个典范呢？他到底做了什么很重要的事情，值得被特别提出来记录呢？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冯源党熊。好，那熊在哪？好，一个配角在这里，黑熊在这里。好，那大家是不是已经看到了这个画中出现的人物的关系？好，这个画面在描写说，皇帝有一天啊，隔着栏杆在看黑熊的表演，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这只黑熊突然抓狂了，它竟然呢就要冲向皇帝。好，那大家可以看到黑熊在这里要冲向皇帝。这个时候，在危急的时刻，有一个女子跳出来，挡在皇帝跟黑熊中间。这个女子是谁呢？就是我们的女主角冯源。那怎么去凸显冯源的勇敢呢？那大家可以想象，如果你是画家，你可以怎么做？顾恺之是这样做的，他让皇帝的这个侍卫，两个侍卫手上拿着这个长的这个武器，然后要刺向黑熊。那大家再比较一下哦，这个冯源他手上是手无寸铁的，而且呢，他站的距离是更接近黑熊的。这是不是就可以凸显出，哇，手无寸铁的冯源竟然比拿着武器的这个侍卫还更加的奋不顾身，挺身而出。好，所以这两个侍卫基本上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是画家用来要凸显冯源的勇敢的。其实顾恺之是一个很厉害的画家，他当然不会只这样子来凸显冯源的勇敢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还可以再看皇帝后面有2个妃子，那同样都是妃子。为什么人家冯源这么勇敢的就跳出来挡在皇帝跟熊中间啊？这2个妃子的神情却非常的慌张。好，他们呢感觉到底要留下来还是要逃跑？好，你可以看到，这又是从另外的妃子的角度去凸显这个冯源的勇敢。好，到这里结束了吗？还没有。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这也是陈宝珍老师的研究里面特别指出来的哈。因为我们刚刚讲这个是一个长卷嘛，对不对？所以你看你们看这个第一个就是这个冯源党熊的场景在这里，那你要怎么去切每一个场景的这个范围呢？那以前呢，有人就把这个妃子呢切到下一段班机持平，可是事实上是这样子的吗？我们如果再回到冯源党熊的这个画面，你会发现这一个本来被切到班机持平，就是下一段的这个女子，她应该还是属于在第4个场景的冯源党熊。为什么？回到刚刚我们讲的那个脉络，好，要凸显冯源的勇敢，除了用2个
这个持武器的侍卫跟2个犹豫不决到底要不要逃跑的这个后妃。除此之外呢，顾恺之更安排了一个妃子，这个妃子是直接也不用犹豫了，直接逃跑。好，那所以呢，你就可以知道这样子的一个场景应该是一个完整的场景，而不应该是把它给切断给下一个部分。好，那我们再来看这个女使征途的最后一个场景也很重要，因为最后一个场景呢，它就直接点明了这个女使征途的画意。我们可以看到，这有一个女子，她拿着这个手上拿着一本这个书，像是书的这个册子，然后一手还拿着这个笔，她正在做这个记录。那她是谁呢？她就是女使。女使是一个官名，就是专门呢去掌管后宫这个后妃的。那她会把这个后妃的行为啊、举止啊，把它记录下来。好，那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这个女使站在这个位置，那这边有2个年纪比较轻的女子呢，她们跟女使站的位置刚好是相对的，而这样的安排也有意义的。为什么？大家可以想象，这个女使的前面不是长卷的那个部分嘛？这已经是长卷的最后了哈。好，譬如再给大家看一下，好，这边第12个场景在这里。好，大家可以看到女使的位置是不是背后就是刚刚在讲的这些后妃的故事？然后呢，她面向的这个位置呢，怎么理解呢？这个位置就是可以看出这2个要进宫是要进宫的佳丽，好，新人的意思。好，所以呢，这个女使呢，她就是跟他们的方向是相反的，但是又是相对的。等于她在告诉这个要入宫的新人，你们应该要有这些这个妇德。好，所以最后的这个女使失贞感告庶几，它其实就有这样的一个收尾的效果。好。那这件作品呢，现在在这个大英博物馆。好，那刚刚也讲，它是25英镑卖给大英博物馆的。好，那也许其实大家可以知道，其实博物馆里面国外很多博物馆它有一些就是中国的收藏或东亚的收藏，或者是希腊的收藏，现在引起蛮多的争议的哈，就是到底这些文物呢是不是应该归还给原来的国家？但是呢，也有另外一派的说法说，这些文物是在战乱的时候进到了大英博物馆。那大英博物馆呢，事实上就某种意义来讲，好像也有保护这些文物的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贡献存在嘛。好，所以有关于这个文物要不要归还这个事情，其实还有蛮多复杂的这个因素。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找一些相关资料来看。好，那我想为什么今天要花时间跟大家特别讲《女使征途》是这件当然从紫禁城到英国，大家可以看到它其实是故宫100年这个文物流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注记。那另外我也想借由《女使征途》跟大家谈一下，就是博物馆它的功能，除了有典藏研究，然后还有教育推广。那我们刚好就可以用《女使征途》来看一下大英博物馆它是怎么去面对的它这一个藏品。这是2001年我到大英博物馆去参加这个女使征途国际研讨会。那一次的研讨会呢，大英博物馆邀集了非常多的就是国外的、欧美的或者是台湾、中国、日本、东亚的学者一起到大英博物馆去针对《女使征途》发表相关的论文。那时候我是博士生，我就跟着我的老师到那边去参加这个研讨会。好，那这个研讨会呢，它其实就是反映了他们对于大英博物馆对于他们收藏的这个藏品的重视，已经做到这个研究的这一个部分。那在2014年，大英博物馆就把2001年，就是13年前的这个研讨会的论文集也把它集结出版。好，所以大家如果对这一件作品有兴趣的话，还可以去找这本书来仔细阅读。好，那我们再回到了这个北京的紫禁城。好，在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相关的这个条例里面呢，我们还可以看到，当这个
好，原来是这个皇帝收藏的这些故宫的文物哦，它到底它的归属是怎么样呢？好，那如果是根据这个中华民国的修正亲事优待条件，它是要求这个溥仪好，他即日起好，他离开紫禁城好在这个1924年好离开紫禁城以后呢，这个他所有的这个私产是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哈。好，那这边就会也产生一些问题，就是这个末代皇帝呢，他知道他即将要离开这个皇宫，那他也会为他自己之后的这个前途打算哈，所以呢，他就用这个请他的这个弟弟溥杰入宫陪读哈，然后呢，把故宫的文物呢就透过溥杰带出宫。好，那因此大家也可以看到，为什么故宫博物院的收藏就是原来清室的收藏，会跑到辽宁博物馆呢？好，那其实大家可以从这一些曾经有这个乾隆的这个或是清室的皇帝的这个收藏印记的这些画作里面看到，他在不同的博物馆其实可以大致推测他当时从清宫流出去的脉络。像这一件周访的簪花仕女图，它在辽宁博物馆，那它很有可能的就是透过这个溥仪皇帝或者是当时跟他一起的这些官员卖到琉璃厂或者是辗转就是流传到其他私人藏家的手中然后后来才又归还的时候就到这个辽宁博物馆好，那还有一些清宫的收藏，他跑到了美国、日本去了。好，那这一件呢，就是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它呢也是就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就是文物的紫禁城文物的流出它后来是到了这个美国的波士顿美术馆。那另外还有一件李公麟的《五马图》，这件也是非常重要，因为李公麟流传下来的作品很少，可是他又是北宋很重要的画家那这件作品它现在在哪呢？它现在在东京国立博物馆。可是这件作品非常有趣这件作品它在从紫禁城流出的时候，它曾经在世界上消失了几十年，也就是说，它在流出去的时候，当大家在20世纪中叶的时候知道它流到日本去，但是后来就不知所踪了。好，为什么？因为呢，它流到日本去的时候，据说好像是被一个跟法律有关的学者收藏，然后呢，在日本的一次的这个地震还是火灾就是一次的这个天灾之后呢，这位收藏家就宣称说这件作品毁于战火了。好，那这里就非常吊诡，就是当你收藏了名作的时候，你是私人收藏名作的话，其实也会有风险的。也就是说，可能很多人也想要这件作品。好，或者是像刚刚讲的，有些国家要来追讨的时候，好，那怎么办呢？好，那所以呢，这个懂法律的这个学者呢，他就用这一个说辞，好，就说这个作品已经毁于战火了，好，也不在我手上了，好，可是还是有很多人不相信。果然，在几十年后，这件作品重出江湖。可是他重出江湖的情况很特别他不是就是私人直接拿出来，他重出江湖没多久，就马上捐给日本的国立博物馆，东京国立博物馆。好，那也就是说，如果要追讨的话，那就跟他私人的这个关系就不会弄得那么紧张了好，那这件作品为什么今天要特别介绍？因为故宫100年，今年故宫100年，据说这件作品也会来到台湾展出，所以大家到时候可以留意一下，如果来展出的话，一定要去看。那我是在2023年11月3号特别从台北飞到东京的根津美术馆去看的那预约还要排队。那真的那时候那个日本人他们也是，就是我大概排了30分钟左右他有一个时段然后排到轮到你看的时候，你还不能慢慢看，因为那个
旁边的那个工作人员会一直催你说快点，就是叫你要移动就对，因为很多人在排队哈。那这件作品是李公宁他画马是一个名家哈。那这件作品就是五马图，你可以看到哈，就有5匹马，然后前面都各有一个西关哈，那就可以因为它又是李公宁的真迹，所以你就可以非常的这个享受的去看李公宁他画马的这样的一个笔法哈。好的，那我们再回到这个紫禁城哈，这个我们刚刚也提到哈，这个在1925年好善后委员会呢，他们把这个皇宫好变成博物馆之后呢，那也开始呢在清查这个故宫的文物哈。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哈，其实故宫的相关出版品有针对这些法规啊，还有就是组织条例哈，有比较清楚的这个介绍哈。好，那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故宫博物院它底下还有分至古物馆、图书馆跟总务处3个单位。好，那回来这个1925年开馆，10月10号开馆的时候，这个李时珍呢，他为故宫博物院所写的榜书。那这个是1925年10月10号在乾清门举行开幕，理事长是李时珍，还有欧美同学会的理事长王振廷，国民政府委员于右任等人都有致辞。那当时开放呢是用轮流的方式就譬如说它分中西东3路轮流开放，中指的是你要参观这个皇室建筑就是这个中路，那西路的话是帝后。还有这个妃嫔的居所啊，东路的话是以文物为主哈。当时开放的一个那个空间的那个划分是这样子哈。好，那其实呢，大家可能不知道，故宫的这个在1930、1940年代就是这个战乱时期故宫的文物呢还曾经出国去展览。好，那我这边也给大家就是介绍一下哈。1935年呢，故宫呢受邀以当时存在上海的文物精品，前往英国伦敦参加这个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好，那1940年初呢，他则是从这个第一批南路文物中提出摆件这次比较少摆件可是这个到苏联展，这个其实也非常的惊心动魄。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看当时的那个相关的日记因为当时到这个苏联去展的时候呢，在展览期间还遇到了那个德国进攻苏联所以这个文物在那样的一个情况底下，要怎么样子能够完璧归赵呢？完璧归还呢？其实也有一些就是非常的那个惊心动魄的这个过程。不过总之这一次的到那个苏联的展览，后来还是展出的这些文物还是那个完整的回来。当然有一些譬如说那个挂头啊，那个书画卷的挂头啊，或者一些比较是附件的地方有一些损毁不过对于画作本身其实是还好那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些故宫文物呢，在1930年代、1940年代出国去展的时候呢，故宫是会先在国内先预展的，然后呢预展好呢就给国人看，我们是这些东西要送到国外去展。好，然后预展完以后就送出国去展，然后回来以后呢，故宫还会再开，就是还会再给国人看一次。我们回来的这些文物再展出一次这样子。好，那1940年代呢，还有这个故宫呢，它也在这个四川也参加这个中央博物馆重庆分馆的第3届全国美术展览会。这个全国美术展览会是什么呢？全国美术展览会呢，其实是中华民国的这个国内的美术展览会它第一次开是在1929年在上海。那1942年这也是第3届了这次的这个全国美术展览会，这个故宫的一些这个藏品也有那个参加展出。好。那再来，故宫的文物来到台湾之后呢，先到了这个台中的雾峰北沟。好，然后还没到外双溪之前呢，也有在1961年5月呢，也曾经到美国的5个城市去做这个中国古艺术
中国古艺术品的展览会。好，那再来在那个1996年呢，这已经在台北故宫了哈，然后又再一次呢，有到这个美国哈举办这个中华瑰宝展。那当然在这中间呢，还有好几次是到那个欧洲啊，好其他国家去做展览的哈。那这些其实在这个故宫的文物，它对大家它的影响力的这样的一个传播上面呢，这些国外展览也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哈。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故宫文物在台湾哈。那我们看一下跟我们台湾比较有关的呢，这有几个部分大家也可以稍微注意一下哈。1956年呢，这个从中国大陆来到台湾的这些故宫文物呢，它在北沟的陈列就是在北沟有一个陈列室落成哈。那陈列室落成呢，它其实就很方便，就是想要去看文物的哈，像国外来的学者哈，他们就比较方便哈，可以去这边看哈，或者是想参观文物的国人哈，也可以到这里来看。那么在1965年呢，这个外双溪的县址好就开幕了哈。那这个也是大家很熟悉的哈，这个台北故宫哈的这个地址哈。那跟南部比较有关的，我们可以注意到2015年呢，故宫的南院开幕哈。那故宫南院的开幕跟2000年的这个台湾的政党轮替，其实呢也是有关系的哈。也就是故宫文物从20世纪中叶从这个中国来到台湾，它其实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它扮演的是文化中国在台湾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宣传。好，那到了2000年的政党轮替之后呢，这一些故宫文物呢，它的自我的定位呢，又更扩张成故宫作为亚洲博物馆，好这样的一个定位。好，那这边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照片哈，这是我们刚刚讲的哈，1935年底、1936年在英国的这个皇家艺术学院哈展出的这个故宫的收藏哈。那这个是1940年代在莫斯科的这个展场哈。然后这个是1956年北沟陈列室落成，好，那这个当时的一个展出的一个陈列室的一个情况。好，那要跟大家也特别分享哦，故宫文物呢，它其实呢，来到台湾之后呢，也有一些新的发现哈。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应该是这一件范宽的《西山行旅图》哈。这也是一件双拼绢画。什么叫双拼绢画？也就是大家如果仔细看这件作品，它中间有一个接缝的痕迹，它是2张绢拼在一起的哈。那这件作品呢，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哦，这个已经是北宋初期好的作品，到现在已经1000多年了哈。在这1000多年当中，很多人都看过它，董其昌看过它，乾隆皇帝也看过它。可是好像都没有人特别注意到范宽的签名。那范宽的签名是来到台湾以后才被注意到、才被找到的哈。这个是在1958年发现的哈。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里？这里在哪里呢？好，这里在这个西山行旅前面有一个行旅的就是一对行旅的这个人跟那个4只驼子哈。那这个一个人在前面领导这4只驼子，一个人在后面赶着这4只驼。好，那你们可以看到，在后面赶的这人的后面的树林里面，好，就隐藏了这个。好，这边可以看到范宽，他的签名在这里。那这个竟然是1000年以后在台北，好被一个就是好像是牛杯杯吧。好，然后他看到，可是经过当时的这个副院长李林灿。再仔细一看，哇，不得了！范宽的签名，范宽，好被发现，好。好，那我们再回来看这个是我们刚刚提到1961年的时候，故宫的文物有到美国去展览。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展出的一个情况。好，
其实在1996年，故宫文物又再到纽约大都会去展过哈。那这次的1961年展览的这个美国的地方有5个城市哈，有纽约，然后有华盛顿，有波士顿，好，芝加哥，好，等等，好，5个城市，好。好，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1961年呢，这个故宫文物在美国的华盛顿特区的国家艺廊开幕的一个情况。那么这边有一个人拿着这个当时的这个展览图录，这一位是谁呢？就是李林灿，刚刚发现这个范宽签名的哈那位副院长。然后呢，他呢也把这一次的这个1961年的这个赴美5个城市的展览哈，他还做了这个很有趣的日记，好，大家也可以有兴趣也可以再找来看，好，然后这边有一个很年轻的人，这是谁呢？这就是研究中国艺术史的高居翰 James Cahill， 他跟故宫的关系呢，还包括他曾经就是到这个故宫哈，帮故宫的这些收藏的这些书画作品哈，用很高清的那个方式去拍摄记录下来哈。那其实这些都蛮重要的哈，因为这个照片的这个拍摄，它非常对研究者来讲非常就是重要哈。那据说高居翰那个时候呢，他拍了3套，有一套是留给故宫，一套是给那个密西根大学，好，然后一套好像是他自己保存。其实他那时候拍的那个照片哦，我记得我在当博士生的时候，我要写论文的时候，我还特别跑去故宫买。那时候也真的尽管几十年过后，那个画质真的很清楚哈，虽然是黑白的哈。好，那个 James Cahill 他当然他也有一些这个有关于中国绘画的相关著作哈，也是很重要，值得大家可以参考的哈。那大家其实在这些历史照片就可以看到，他跟故宫的渊源其实是还蛮早的哈，就来到台湾以后，好，故宫来到台湾以后，好，那么这边是1965年的那个故宫的外双溪开幕。当然，这张照片呢是我在2019年拍的哈。那我要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大家可以注意到这个故宫的外双溪的故宫的整个建筑形制，它还是蛮符合这个中国宫殿式的建筑。那大家也可以注意到这边的阶梯上面呢，这也可以做很好的文宣哦。当时正在展跟文人有关的哈，这个文绘图，还是张大千哦，这应该是那个张大千的那个他的那个作品哈，就是你可以看到那个文人的那种笔墨对笔墨的重视哈，这边把它拿来做一个宣传的这个焦点。然后其实我要请大家看的是，我本来没想到的是，我拍照的时候没有去注意到后面的年轻人。好，有一个人在滑手机，可是请大家看这边有3个人，他们正好跳起来，然后我的相机好按下去的时候，他们刚好就在半空中。我觉得这一张照好像变成他们才是重点哈。可是因为版权问题，我也不好把他们放大。但是就是我觉得用这个来说故宫从皇宫变成公开的博物馆，应该还蛮有这个象征性的哈。好，那这个我们来看一下故宫的这个来到台北的这些藏品到底有哪一些哈。其实呢，故宫来到台北的这些藏品，它不只是清宫的收藏，它还包括了清宫继承了前面的宋元明这3代宫廷的收藏。好，所以故宫的这些藏品呢，我们如果根据故宫在1982年的出版的这个故宫博物院藏品题目，可以看到当时统计呢有62万多件，好，当然也包括文献，但今天已经不止这个数字了哈，因为故宫后来它还有在购藏尤其是到了南院以后呢，有购藏的这个的这个文物哈，据说应该已经也到了70万件左右哈。好，那这个是在1982年的时候统计是62万件，好，那故宫的藏品到底有哪一些呢？它有青铜，好，我这边有举出几个比较它有那个在台北的故宫，它有
那个常设展的哈。那常设展其实呢也非常适合大家去参观，常设展都会展蛮久的，而且常设展基本上呢，它也是延续之前故宫出国的那种策展的一个形式，就是用朝代的先后哈，让你就是了解说青铜器呢，从这个商代周代，然后春秋战国一直到后来的这个演变，你可以从这个故宫的这个常设展的脉络里面去了解这一个文物它的一个发展历史哈。那我这边举的这个青铜、玉器、瓷器，这个其实在那个故宫外双溪的这个故宫，它是有常设展的哈，所以大家也可以去参观哈。好，那这边给大家看一下这件呢，我个人还蛮喜欢的，这个是西周晚期的宋壶，那这件作品呢，它其实呢，对于这个历史学家来说，它非常好的补充了西周晚期的一些相关史料哈。那怎么说？因为它里面呢，在这个口言的这个部分有152字的铭文。那这铭文记录了什么？记录了周王对于宋这个家族的册封，因为他们有功于周王，所以呢，这个宋就请人来做这一件就是这一个青铜器，他就纪念了这个事件。所以大家可以如果到台北故宫，也可以看到他在那个墙壁，他会把这个碑文，我如果没有记错那个数字的话，他会把那个里面的铭文全部都写在墙壁上，然后请大家去留意最后的一句，叫做“子子孙孙保用”。子子孙孙保用是很多青铜器的鱼尾词，为什么呢？大家可以理解，因为铸青铜器其实是一件还蛮盛大的事情哦，那它也有一个纪念的那个意义。那通常呢，会把这种家族的丰功伟业，就是透过铸青铜器，还有铭文的记录，让子孙知道，你的这个先人是他可以知道先人的荣耀时刻。好，那所以那个子子孙孙保用，这4个字呢，其实也有一种就是一方面，这个先人向后代子孙就是宣告自己的这个丰功伟业；另一方面呢，也希望呢去让后代子孙呢得到庇护。好，那这个宋壶大家也可以注意到，它里面很特别，是一般青铜器呢，尤其是商代青铜器的纹样，基本上是以饕餮纹就是为主。为什么要用饕餮纹？因为商代的人他们是很迷信的。他今天出门，我不知道他上课要不要占卜，可是他拔牙要占卜的。如果我今天占卜，可以去拔牙啊，那好，我就比较安心去拔牙。好，他们每事必问，商代人是这种很迷信的，所以呢，他们的这个青铜器上面出现那个饕餮纹，通常都是很可怕。那个饕餮纹的那个可怕，其实是有一种就是正孽的那样的一个效果。可是到了周代的时候呢，青铜器就比较不出现，就比较少看到这种可怕的饕餮纹，出现的是这种很漂亮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件是我很喜欢的，它的那个龙纹是交缠的，很优美的，在这么一个很坚硬的青铜器上面，竟然出现很柔软、很交缠的龙纹。我觉得这是还蛮我个人蛮喜欢这一件。那其实西周的青铜器呢，它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周天子是其命维新嘛。周代已经到了一个就是比较重人文的这样的一个时代，所以呢，他们的这个青铜器上面出现的那个纹样也反映了这样的特征。那青铜器的这个西周出现比较更多的是凤鸟纹。好，那我们这次呢也会去故宫南院的户外美术馆参观。那其中有一件美国的这个艺术家做的这个 vessel 就是容器它也是用了西周的这个青铜簋来做那个灵感的这个发想。好，那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玉器的话，这一件也特别提出来给大家介绍，这也是我很喜欢的。这是汉代的玉五人行佩，一个玉佩，然后你可以看到一个人在跳舞，也是非常的，就是可以看到他的那个整个挥洒衣袖的那样的一种律动的一个感觉。那这一件呢，它也在这次的这个大美不言中
被展出来，好，跟这个范克雅宝的，还有这个英国装饰博物馆的这个展品，好，一起代表好故宫的这样的一个代表作好之一。大家到故宫看瓷器的时候，一定要去找这一件，好，这个是北宋的汝窑。那北宋的汝窑呢，我觉得这一件它又是最漂亮的哈。为什么呢？它是这个青瓷莲花式温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它的口沿的部分是不规则的？好，这个烧制的技巧到底要怎样烧呢？其实大家可以想象，在汝窑的之前呢，已经有所谓的这个邢窑跟定窑的烧制。那邢窑的那个烧制呢，它其实因为它是正的去烧，所以它下面怕粘黏，它的釉就没有办法让它全部的这个瓷器都上釉。好，那到了这个定窑的时候呢，它虽然是通体满釉，那它的烧制方法呢是用复烧法，也就是你们可以想象把一个杯子扣住这样去烧，所以它连底部都可以上釉。但是它会产生一个更大的问题，也就是那口沿的部分呢，我们要使用的时候，那口沿应该会接触到我们的嘴巴，那这样子口沿没有上釉就会变芒口，芒草的芒口。所以定窑的这个虽然解决了邢窑没有办法通体满釉的这个问题，可是它产生了另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有芒口。可是定窑的工匠也不简单，他就用金、银、铜这些材质把那个芒口给包覆起来，因此呢，原来的缺点就变成是一个优点。你就会看到定窑它有很漂亮的金银扣，扣就是纽扣的扣，应该提手旁的扣，好。那但是呢，定窑的工匠还不是最厉害的，最厉害的工匠应该可以说是汝窑了，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它翻过来的时候，它底部也是有釉，可是它根本也不会有金银扣芒口的问题，它的口沿是不规则的。那它怎么烧呢？大家如果去看的时候会注意到，有时候展场会在这个汝窑下面放一个镜子。为什么要放镜子？它要反射它的烧制痕迹给你看。汝窑呢，它没有办法，就是像定窑是相反的倒扣的去烧嘛，不然它不可能产生这么不规则的口沿。所以它是正的去烧，可是它正的进去烧，它也不会像邢窑一样不能通体满釉。为什么它可以通体满釉？关键就于在它的底部呢，你可以看到比芝麻粒还小的那个支钉烧的痕迹。也就是它是整个碗下面用那个支钉撑着，就是支撑着，然后进去烧，所以它可以全部都满釉，而且它口沿还可以做这种不规则的变化。那汝窑大家去看的时候可以看什么重点呢？大家就去看它的这个口沿，它口沿很薄，你可以看到它会泛淡淡的这个紫色的光芒。那有些鉴赏家就会用粉口，粉红色的粉。好，口就是嘴巴的那个口，粉口。然后这个汝窑的颜色也很美，它其实它的器身没有太多的纹样，但是你光是欣赏它那个很漂亮的青色，你就会觉得那个漂亮，怎么去形容那个青色的漂亮呢？有人就用所谓的雨过天青，大家可以想象，就是雨水把整个这个天空的那些污染都洗干净了，然后留下那个很漂亮那个青色，雨过天青色。然后汝窑还有另外一个特征，大家可以仔细去看它的那个器身呢，它没有刻意的去另外加纹样，可是在烧制的时候呢，它自然而然产生了一种很细的冰裂纹，就像冰块。大家可以想象那个冰块有时候裂开的那种很细细的那个纹路，冰裂纹，大家也可以在汝窑的这个器身看到。好，那这个故宫还收藏了很重要的3件这个北宋的山水画作。这3件北宋的山水画作呢，分别代表了北宋的早、中、晚期的风格。早期的就是刚刚跟大家介绍的。范宽的《西山行旅图》，好，那中期的就是这一件郭熙的《早春图》，它是在1072年绘制的。
然后晚期的呢，就是李唐的《万壑松风图》，它在1124年绘制的哈。那这3件通常不会同时一起展出，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属于国宝，而且大家可以想，它已经1000多年了哈，所以要展出的时候，他们出来只能大概42天左右吧。那他们3个什么时候可以同时出来呢？那一定要有特别的日子，而且呢，据说3件作品会同时出来，会要间隔10年，好，就是根据以往的这个情况。所以如果大家遇到了故宫的这3件国宝同时展出的时候，一定要赶快去看。好，那好，这边介绍这几件哈，还有这几个那个类型，大家可以想象故宫的这些藏品好的这个多元哈。那当然还有没有介绍到的一些杂项啊，或者是文献啊哈，还有一些还有书法啊等等哈，这些其实也是故宫很重要的一些珍藏。好，那么回来我要再跟大家分享故宫的这个展览，好，就是故宫的这些策展其实也有变化。好，在这100年当中。我们刚刚提到了，就是20世纪中叶来到台湾的这一些故宫的藏品，它在20世纪的这个后半叶哈，就1965年以后哈，它的这个展览的规划呢，基本上呢会是以文人画的概念哈去做相关的这个展览跟研究哈。那我们也可以理解哈这个用文人画去跟这个清廷好，尤其是乾隆皇帝，他其实也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文人皇帝的这个形象哈，是有关联的哈。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故宫的这个相关的展览跟研究当中，有1976年的这个元四大家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的这相关的这个展览跟研究哈，这样的一个故宫的这样的一个策划，它其实也影响到了学者的这个研究的取向哈。那在元世家的这个展览之后呢，我们就看到美国的学者哈李柱敬老师，他也发表了很重要的一本书《赵孟頫的阙华秋色图》。那这个也是在故宫收藏这件作品。那之后呢，跟故宫跟文人画相关的展览跟研究，还有这个明代的世家，像文征明跟苏州画坛等等。好，那么为什么故宫会focus 跟这个文人研究有关哈？那这是我之前在那个美国 Princeton 发表的时候，我举的一个例子哦。我们可以想象，在冷战时期，故宫文物在台湾，它作为文化中国代言人这样的一个重要性。好，那我这边给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是冷战时期其实都有所谓的宣传画，就是 propaganda。好，那两边的这个画家都在做同样的事情，可是他们却用不同的方式在做。好，譬如说这是台湾画家李奇茂。他画的这个蒋介石，好，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蒋介石呢被形塑成像是一个纪念碑，然后周围的围绕他的是你可以看到有这个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好，你可以想象是一个五族共荣好的这样的一个理想形象哈，然后每个人伸手要去摸他，但其实都摸不到他。然后蒋介石呢，他穿的呢也是比较这个文人的这个长袍，好，那手上拿着一个这个像是书卷的一个物件。那同样的也是在这个冷战时期的大陆的画家，中国大陆的画家刘文熙，他形塑的毛泽东的形象，他周围围绕的就不会出现我们这种文人，就是农工兵，那你可以看到他的整个风格也不像这种比较是强调笔触的文人画的方式，它比较像是年画。年画是比较民间的，跟民间关系密切，而且围绕他周围的还有小朋友，而且他还一手搂着一个小女生啊，一手还拿着抽了半截的烟，好，所以这样的一个透过这样作品的一个比对，我们就可以知道为什么故宫文物在冷战时期，它作为文化中国在台湾的一个很重要的具有这样的功能哈。好，那我们再来看到2000年以后政党轮替了，所以故宫的自我定位，也从文化中国转向到亚洲博物馆。
那南院的这个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好，它在2015年开幕哈，那整个透过展览的一个方式呢，也可以更加的落实从文化中国到亚洲视角的这样的一个定位哈。那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建筑呢，其实有所谓的，也是还是跟文人的那个概念延伸过来哈，有这个浓墨、飞白和渲染，好。那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2018年办的这个亚洲探险季，我们可以看到故宫的展览越来越多元化了哈。那这个亚洲探险季呢，它其实已经不是只是在谈中国的问题，不是在谈这个中国的文人化或者中国文人的生活哈，它其实已经跟贸易有关了哈。那其实，在亚洲探险季，我们也可以看到台湾的角色被凸显。为什么？因为在荷兰统治台湾的时候呢，在那个荷兰，好，我这边给大家看哈。这是那个展览的时候，我带学生去看的。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荷兰的静物画里面会出现一种很特别的瓷器，那个瓷器的那个瓷器的周围会有一格一格的开光，我们叫它叫卡拉克瓷 （Crack）， 它代表的就是17世纪的贸易瓷。而当时荷兰统治台湾的时候，其实从中国或日本日本有山寨的卡拉克瓷那主要是那个中国是就是瓷器比较就是中国的瓷器是非常著名的好，那这些荷兰东印度公司统治台湾的时候，其实从中国或日本来到台湾的这些瓷器，卡拉克瓷，它呢在被这个荷兰东印度公司分装，再销往欧洲，其实为当时的荷兰东印度公司赚了非常多的钱，就是因为他们占领了台湾这个据点，做这样的一个贸易交流，好。那所以这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今天我们在17世纪的荷兰的静物画里面会看到那么多这些卡拉克瓷。那大家可以想象，下次看到这个卡拉克瓷的时候，可以想象他曾经有可能来过台湾。好，那最后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科技的进步，故宫的展览也开始就是融入了这种沉浸式或互动式的这个展出那最近呢，就有一个那个展览呢，就以这个郭熙的《早春图》来做一个这个互动的展出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大家可以看到，你只要走到这个定点然后照着它的指示，你就会走到了郭熙的《早春图》里面了这是借用现代科技的方式，试着把故宫的藏品跟观众的距离拉近。那我也想跟大家提醒的就是，其实，在11世纪郭熙在画《早春图》的时候，我觉得他已经有虚拟实境的概念了。怎么说呢？郭熙的这个《早春图》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个描绘的这个方式其实你对照他的林泉高志郭熙的儿子郭思是进士把他爸爸的这些绘画观整理，然后完成了林泉高志这个资料。所以大家如果去对照林泉高志跟早春图，你就会发现林泉高志讲到说见青烟白道而思行，也就是你在里面看到有小径有就烟雾，你可以想象可以在里面行走。见平川若照而思望见幽人山客而思居，见盐举泉石而思游。盐举是什么呢？它其实就是在比喻隐居，就是那个山岩的洞，那个山洞的门口的那个这个局就是那种门栓好，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郭熙在画《早春图》的时候，他脑海里面就有在想，他要画一个是可行、可望、可居、可游的山水。所以早在11世纪，郭熙虽然没有科技的辅助，但是他已经透过笔墨、还有空间、还有造型去实践他的一个虚拟实境的描绘。好，那现在我们当然是有科技可以来辅助大家走进去。好，那最后呢，也跟大家介绍这个现在在南院展的其实之前是在台北这个大美不言。那大家也会发现，故宫的展览的形式越来越多元。那这个其实是结合了这个业界还有就是巴黎的相关的装饰博物馆那这个是它的海报。那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海报其实就非常贴切的把这个18、19、20世纪的这个
展品，好，各选一件。好，18世纪是乾隆皇帝，也就故宫收藏的洋彩玲珑转旋瓶，这个是可以旋转的。好，然后呢，这个18、19世纪是这个布洛瓦带盖长颈壶，这个是法国塞佛尔国家瓷器厂出品的。好，那据说这上面的这个小天使是罗丹，大家很熟悉的罗丹，好，他有参与这个制作，好，然后再来这个是20世纪呢，也是从温莎公爵的定制的那个款式里面设计的，这个是在当时还算蛮先进的，因为这个时候它是用拉链在当时应该是一种新的发明，它用拉链来做这个首饰的设计，而这个拉链它不是只是一个项链哦，它还可以变成手链。好，所以它是一个多功能的。好，所以这个大美不言的海报，大家是不是有注意到了？它就用了18世纪乾隆、19世纪法国瓷器局、20世纪范克雅宝的这个作品，好，把它做成一个海报。好，同时又结合了18、19、20不同世纪好的那样的一个风格。好，那这个呢，展览现在正在南院，那大家其实有空可以过去看。那么呢，我们的这个演讲之后呢，也会带大家到南院的户外美术馆去看看当代的艺术家怎么用他们的当代创作回应故宫的藏品。这里是我的参考资料，谢谢大家的聆听。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到故宫南院的户外美术馆。刚刚听完了故宫100年来的奇幻旅程之后，我们是不是也很想知道故宫的艺术它如何跟台湾这块土地产生连结呢？如果你有这样的疑问，非常欢迎你跟着我一起来参观故宫南院的户外美术馆。在这个户外美术馆当中，你可以看到台湾的艺术家以及国外的艺术家如何用当代的视角重新去演绎故宫具有历史感的藏品。我们提到了故宫的收藏包括了青铜、陶瓷、玉器、书画，还有织物、文献等等。那么这一些具有历史感的古物，它在当代艺术家的诠释下，它会产生什么样的新面貌呢？那欢迎大家待会就跟着我一件一件的去探寻。我们会发现，在当代艺术家他们对于故宫藏品古物的回应，不是只是单纯的临摹而已。当代的艺术家他们运用了当代的材质，例如金属，或者是纤维，或者是铁件、水泥这些具有现代性的材质，或者他们也会选用台湾的木材、漂流木、台湾的竹子这些来自自然的材质进行创作。那么这一些不管用的是具有现代性的这种金属的材质，或者是来自于土地的木材、竹子的材质，我们都可以看到当代艺术家他们也思考到他们的作品要跟故宫这一块土地产生一个链接。那个链接来自哪里呢？我们可以看到艺术家他们在他们的作品里面呢，会刻意的留下一些空隙，让故宫南院草原的微风可以穿透他们的作品，与他们的作品产生一些对话，或者他们会用镂空的方式，让故宫南院的时间流逝的光线跟他们的作品有一个互动的连结。此外，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艺术家他们如何用木片、绳索、金属
或者是纤维的网络纤维的网子，去模拟故宫收藏中的书画的笔触。这些是当代艺术家的巧思，他们用一种新的诠释方式，去为我们重新演绎故宫藏品它的无限可能性。现在欢迎大家跟着我一起走进户外美术馆，来一探这些艺术家作品的奥妙之处吧。这件是台湾艺术家甘明全的作品，作品是望泉舍发。那我们要怎么来欣赏这件作品呢？我们也可以从2个层次来欣赏。第一个层次当然就是根据这个艺术家的创作字数，他的创作字数延伸出来的哈。也就是说，跟佛教的经典有关的，就是当佛要传佛法的时候呢，他会有为了让这个众生可以了解佛法，他会需要一个方便法门。可是这个方便法门，它其实呢，并不是佛法的本身，它只是一个让大家接近佛法的一个过程。等到大家领悟到佛法之后，这个方便法门就可以舍弃了。好，所以这个就跟它的这个命名呢，望泉舍发是有关的哈。那另外一层意义呢，我们也可以来思考，就是这个作品它怎么去用它的这个当代的创作回应故宫南院的这个要跟台湾这个土地做结合的一个这个想法呢？那我们也可以想到，这个甘明全他用的呢是竹子，好，那这个竹子这个材料在台湾呢其实是很容易找到的哈，一个这个台湾的就是台湾常见的一个植物。那他用的这个鱼泉，好，那也是可以看到这个在捕鱼的时候呢，会用的一种就是捕鱼的工具，好，那这个鱼泉的形状呢是前大后小，那前面呢它其实为什么大？它其实就像一个陷阱一样，哈，让鱼可以游得进去，可是呢鱼就不可能再游出来了哈，所以这个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造型，好，就是在一个竹筏上面有一个这个鱼泉，好，一个这个像是三角锥的这个鱼泉，那它是建在这个竹筏上面的哈。那这个竹筏所用的竹子呢，也是取自这个嘉义的这个竹子。那在这个竹筏上面呢，它又铺了一些土，让这个因为竹筏是放在水边的哈，所以有水有土，所以这个竹筏就可以长出了一些植物，好，那我们也可以看这件作品的时候呢，它的这个望泉舍发，它事实上你说它是竹筏，但是呢，它上面有一个这个泉，所以它也不能算是竹筏。你说它是这个鱼泉，可它下面有个竹筏，所以它就是用这样子的一种两个物件的一个组合，让你没有办法说它只是其中一个物件，它可以是其中一个物件，也可以不是哈。好，那回到刚刚讲的，我们来看这个作品的另外一层意义呢，它其实可以比较从世俗的角度去解释这个望泉舍发它的一个另一层意义哦。有些是我们常常会说过河拆桥，对不对？那这个其实是比较负面的一个解释哈，就是我们如果乘坐了竹筏帮助我们过了河，但是呢，我们就把它给遗忘了，或是我们捕了鱼，我们就忘了帮助我们捕鱼的那个工具，好，是这个鱼泉，好，那这样子的一个望泉舍发，它的作品的一个命名呢，它其实呢可以看到它用台湾的这个竹子，然后去结合这个故宫南院好的这样的一个在台湾土地的这样的一个意象，然后呢，它又可以呢让我们可以从就是佛经的这个望泉取发，好去想到这个佛传法的时候呢的方便门是可以那个方便的那个泉或发是可以舍弃的哈，然后又可以让我们从世俗的意识去想象这个
过河拆桥，好这样的一个意象。所以这件作品非常有趣的，就是我们可以从很多的这个当代艺术的创作当中去找到一个作品的多义性。它并不需要有一个就是绝对的一个意思，它可以根据个人的一个理解哈，去赋予这个作品新的意义。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就艺术家来讲呢，他是透过台湾的这个常见的这种竹子，然后呢，把这样的一个创作放在故宫南院的这个水池边，让我们去把故宫跟台湾做一个连结。这件作品大家可以看到，它是由金属、还有水泥、还有纤维做成的网子所组构的。那它其实要让大家去感受的是，像现在起风了，这个金属的连接这个网子的这整个群体呢，它就有一种随风摇摆的这样的一个姿态产生。那大家也可以想象，那个蓝色的这个纤维的网子，它就好像是鸟的翅膀。好，那我们走在这个小径上，另外一边呢是故宫南院的主体建筑，然后还有这个湖水跟湖水也是因为风，我们可以看到那样的一个涟漪，还有这整个周遭的这些景物，好，都融合在一起。那非常有趣的是，融合在一起的那个因素呢，其实呢是我们大家都看不到、摸不着，但是却可以深刻感受到的这个风。所以大家可以想象，这个故宫南院的风吹起的时候，你除了呢可以欣赏水面的这个涟漪，你还可以欣赏当代艺术家用这种很现代的材质，它营造出的另一种跟风和涟漪产生的联动。这件作品的艺术家是来自澳洲的 Deborah Halpern， 作品名称是 Earth Mother。我们可以看到这件作品，它虽然是用颇具现代性的金属这样的一个材质来做创作，而它的这个Earth Mother， 它以这个一个女性的头像好来象征。那么它的整个造型呢，也是因为它的这个金属创作的特质，使得整个造型是以一种几何的趣味来做表现。大家也可以在这位澳洲的艺术家作品当中，看到他透过镂空这样的一个特质，把具有现代性的材质跟故宫收藏的具有历史悠久性的艺术和美学观做一个结合。这件是共感地景创作土星工作室，作品名称叫土间。大家可以看到这件作品，它事实上是由一种累积的概念来做创作的。而我们也知道，故宫的收藏品里面呢有陶器跟瓷器。那么这件当代艺术作品呢，它以在台湾不同地方收集到的不同的土壤来作为创作的元素，而这个创作呢，也从小的这个陶土砖，好，然后组成了一个土墙，然后甚至呢，这个土墙的实体跟这一些空隙组成了一种土间，好，这样的一个意象。那这个空隙其实也让我们可以感受到艺术家预留这个空隙，让这件地景作品跟它周遭的环境，像风、光线，好做一个互动和结合。那另外在仔细来看这个每个这个陶土砖的表面呢，艺术家呢也仿照像是树的年轮的这样的一个线条的这样的一个装饰，好，让我们可以想象到它的一个肌理的感觉，或者是一个时间的历史感。这件是伊釉葛罩，
台湾原住民艺术家他的作品《风凉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件作品呢，其实蛮能够反映这个艺术家的创作风格。伊佑葛照他的作品呢，经常是以片，你们可以看到这个是被切过的这个木片，好碎木，然后呢，或者他会用漂流木这种取材自大地的这些材料来进行创作。那他的这件作品叫做《风凉话》，其实是有双关语哈。一个风凉话是反映他刚刚在创作秩序里面说的，他想要去让大家感受到这个风的存在。那这个风的存在呢，跟他的这件作品，我们怎么去做一个想象的一个结合呢？大家可以想象他的作品的这个，它并不是一个实体的，它其实还有一些空隙，可以让风从里面就是吹拂而过。好，那这个作品呢，它也去回应了另外一种我们说的那个风凉话，好，那个话是话语的话，跟它的这个风凉话绘画的画其实是一语双关的。好，那所以大家也许它提供了一个想象的起点，我们不一定在上面，我们不一定要在艺术作品的本身去看到艺术家他想象的花儿或是树叶但是呢，我们却可以透过他的作品所在的这一块土地，跟他这个周遭土地的这些树叶花儿的一个结合，把这个作品跟这个土地的周遭视为一体。那么如此一来，我们就可以更能够去掌握这个艺术家如何透过他的作品做一个媒介，跟周遭土地产生一个关联。那么我也想特别跟大家介绍这个艺术家伊佑葛照，他其实呢也是一个非常有使命感的艺术家。他是阿美族的这个艺术家，那他也在他自己的这个花莲的这个部落里面呢，带领了新的艺术家还有族人，以及有意愿或者是希望用自己的力量去把这个原住民跟土地的关系做一个就是艺术的呈现这样的一个使命感。那我们可以看他的创作呢，他的这个漂流木虽然是从这个海边捡来的，但是它的这个漂流木呢，它的这个创作呢，它常常会让我们看到艺术家如何用这个自然的材质去连接海跟陆的一个关联。大家应该知道，漂流木并不是人工去破坏自然取得的一个创作的一个材质它事实上是可能是风灾之后呢，这个木头被迁移，改变了它所在的土地，然后被迁移到了别的地方。那艺术家用这个漂流木来做一个创作呢，事实上呢，也可以看到艺术家他要去表达人跟土地的一个关系，不一定要是用一种强取掠夺的方式，它可以是用一种尊重土地的一个态度去进行它的艺术创作。也就是当这个漂流木被从它生长的地方，就是离开它生长的地方，然后漂流到了其他的地方，那艺术家呢，把它当成是大自然的恩赐，把这样的一个漂流木作为一个创作的一个题材来进行创作。这也让我们去看到原住民的文化中去强调人跟土地的共生以及相互尊重的这样子一种价值观的一个传递。所以我们其实在看他的这个作品的时候呢，他的这一件是艺术家把这个木材呢，就是裁切成很小片很小片，然后他再把这个很小片很小片的木材呢，当作是他的这个创作的像画家的颜料一般，再把这些木材再逐一的重组，然后把它给拼构成一个作品。其实这个过程，大家可以想象是非常辛苦的那艺术家呢，他认为其实这个过程呢，也是他可以静下心来，好好去思考他的这个创作的理念，还有就是他
这样的一个过程呢，也可以看到这种艺术创作当中的一种反思好和沉思以及这个时间流逝的痕迹。好，这件作品是台湾艺术家陈若涵的作品，作品名称是台绣庄。我们来看一下这件作品的细节。这件作品诚如艺术家的创作秩序，它是以象征东西南北中有一个这个空间的一个观念，好，就是天地四方的空间观念，然后再搭配了5行的颜色，好，还有5种神兽。好，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作品呢。它虽然说它是跟这个纸雕灵感来自纸雕，但是大家其实很清楚的可以看到，它用的这个材质是金属的材质，这也是一种用现代的金属的科技去回应传统的纸雕的民间信仰跟民间的记忆。那么怎么在金属的材质去呈现纸雕的那样的一个特质呢？那同时又要结合跟这个织物，就是绣庄这样的一个意象呢？那我们可以仔细的近距离来看一下，在这个金属的这个镂空雕刻里面呢，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它会特别有一些就是突出的，好像这个地方有个突出的区块。或者是这一个轮廓用比较突出的一个方式去做它的造型的勾勒，其实这也会让我们感觉，我们好像可以想象织物上面的雕花，它也不是平面的，它其实是有一点立体的浮雕的效果。那再来呢，它虽然是说来自纸雕，可是呢，艺术家也提到了。它结合了跟这个织物的关联，那织物的关联可以在这件作品哪里看到呢？大家可以近一点的来看，在这个边缘的部分，它其实是有打洞的，而这些打洞的痕迹，不就让我们想到针线在穿针引线，在这个织物上面穿针引线的那样的一个痕迹吗？然后呢，这一些。这些小的圆形的这个金属片，它不就跟这个织品的流苏的意象可以去做一个互相的呼应吗？那最后我们也再来看一下，这边写以纸雕成若涵，大家有没有发现这其实也蛮有趣的？这也是一种就是我们在欣赏这个传统水墨作品的时候，艺术家会在画的这个某一个地方盖上印章，那这个虽然是一个从纸雕延续而来的这个创作，但是它同样呢也用一种像刻印章的概念，在它的这个它的这个金属的作品里面留下一个像是书画创作的一个印记。这件是巴豪兰吉兰，台湾原住民艺术家排湾族艺术家的作品，作品名称是南宫特有种。这件作品是以玻璃纤维为材质，大家可以看到，这位鲁凯族的艺术家刻画了、雕塑了3只山猪，而在这个山猪的身上呢，大家也可以看到它装饰了有这个原住民的图腾。其实这件作品命名为南宫特有种，它其实可以让我们想象到，在故宫收藏的传统书画作品当中，不乏出现动物的形象，也许是在文字当中，书法的文字当中提到了像是龙，或者是鹤，或者是老虎，或者是兔子等等的动物形象。
也可以想象在故宫的收藏品里面，也有非常多的画家是以动物为题材所做的创作，而那些动物呢，它有可能是当时的画家绘画当地所特有的这个动物形象，也有可能是皇帝统治时候其他的边疆民族或者是远方的这些民族朝贡给皇帝的这些动物的这些贡品。台湾的艺术家以象征台湾这个坚韧的特质的山猪来作为南宫特有种的形象，其实不也正是从台湾的动物跟故宫传统被书画表现中的动物来做一个互相的一个呼应吗？这件是台湾鲁凯族艺术家安胜慧的作品，作品名称意思是刺绣正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件作品呢，它也算是一件装饰的作品，或者你也可以用一种软雕塑的作品来认识它。那这个作品是不是让我们也想到另外户外美术馆还有一件女性艺术家的作品，也是以刺绣为这个刺绣跟这个编织，它们基本上呢都是相似的一个概念，但是两件作品的呈现的风格，还有他们所使用的材料是非常不同的。刚刚我们看到的那个以纸雕刺绣为主的作品，它是用金属比较这个坚硬的材质去呈现刺绣纸雕的柔软的特质，而这件作品呢，它是以比较柔软的这种线条，可塑性很高的线条来做这样的一个跟这个编织有关的意象。那大家呢也可以看到，两位女性艺术家重新用一种跟大地结合的方式去诠释传统女性跟女红之间的一个关系。那同时呢，在这种可以看到女性特质的这个女红意象的借用之外呢，它同时也跟故宫收藏的这个作品，包括是书画或者是这些织物、缂丝这类的传统的收藏，当代艺术家呢以当今的材质，譬如说像这种金属，或者是像这种纤维复合媒材来做一个古与今在意念上面的一个呼应。这件是台湾艺术家王文兴的作品，作品名称《不知道的时间》。这一位艺术家怎么用这件作品来跟故宫的藏品做对应呢？我想我们可以去思考故宫的藏品中的陶器跟瓷器，陶器跟瓷器的制作也是取材自当地的土壤来生成一件艺术品。当代艺术家以解构的概念，重新回到艺术作品创作的本质，就是这个来自土地的土壤，或是来自土地底下的岩石，重新做一个排列组合，并且是以台湾土地所收集到的土壤跟岩石来进行创作。因此这件作品呢，它也因为它存在的空间跟故宫南院所收藏的相关的藏品做一个呼应。这件是台湾花艺师林慧里的作品，作品名称是《微笑舞动》。大家可以看到这件作品，它选择的材质是铁跟梨花树，已经可以看到这两个的组合呢，一个是自然，一个是人工，
但是这样的一个组合却有一个共同点，大家想到的那个共同点是什么吗？没错，看着这个金属的锈痕，好，这个锈蚀的这个痕迹和这个树木哈的这样子的一个姿态，好，还有它的一个状态，是不是看到了？在这两抹，好，这应该两个微笑曲线，好的这个构成要素，它其实共同呈现出一种时间作用在不管是自然或人工物件上的痕迹呢，而这种历史感以及这个艺术家的主要造型微笑的曲线，正是艺术家要来跟故宫的这个具有历史悠久藏品进行对话的最佳诠释。相信大家刚刚跟着我们一起游览了户外美术馆的当代艺术家的作品，再回到故宫南院的建筑物前面，我们可以再来把今天的参观做一个回顾。我们发现在故宫南院它的建筑虽然用的是现代的这些现代的这个材质来建造的建筑体，可是事实上呢，它的建筑体呢是有非常浪漫的一个意象的。它的意象包括了浓墨、飞白和渲染。大家有没有觉得浓墨、飞白、渲染，这不就是中国绘画毛笔书法的这样的一个笔墨的一个韵味吗？那在这个故宫南院的建筑的这主体呢，它呢用现在的这种钢筋的材质去诠释了这个书画的笔情墨趣。同样的，在外面的草地上展现的这一些当代艺术家的创作，他们呢也用了除了自然的竹子或者是木材、泥土这样子的材质之外，当代艺术家也选用了金属好，或者是水泥好等等比较是当代科技的这样子的一个材料来进行创作。虽然这些创作用的这些材质呢，它用了当代的这种比较是工业的这样的一种属性的材料，可是呢，艺术家他们也会去考量，在这一块土地上还有一些隐形的，譬如我们看不到的风或者是光线。那这一些风跟光线的因素，结合当代艺术家的创作，事实上呢，也让我们看到他们以一种现代的手法去回应故宫收藏的这些古代艺术的传承以及各种可能性。今天谢谢大家跟着我们来了故宫南院，走一趟非常精彩的户外美术馆之旅。希望它也能够让你重新去思考我们自己与这块土地的关系。谢谢大家。